是精英也得开量产机，服务于战争的最佳指挥机型。机动战士高达 Seed Destiny 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ZGMF1001，扎古幻影。是扎夫特基于已有机型扎古勇士而进行开发的量产型机动战士。该型机动战士与已经服役的量产机型扎古勇士相比，两者之间在外形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可见扎古幻影这一型机体的改进幅度并不大，除了使用2个尖盾这一明显不同之外，剩下的不同就是在扎古幻影的头顶位置多了一个角，这个角是指挥官用机型的标识，其作用是方便己方单位进行识别，所以由此可以确定扎古幻影的定位，那就是该型机体属于是指挥官用的机型，其负责驾驶的人员在职务上一般是队长的级别，并且这些人员还都是水平比较高超的精英驾驶员，所以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出精英驾驶员的能力，在开发时就确定了扎古幻影的整体性能要优于扎古勇士。当然，性能差距的幅度还不至于到代差的程度，更多时候还是要看驾驶员水平的发挥。如果对比之前的指挥官用机型习古，这款基于扎古勇士开发的扎古幻影，在生产端和维护端上节省成本具有巨大优势，不但能够直接利用扎古勇士的生产线所配套的维护和保养人员直接无缝对接进行作业，无需再投入培训增加额外的成本。尤其是当前与地球联合军陷入长期战争的情况下，扎夫特在扎古幻影上的这一做法就能有利于缓解长期战争对资源消耗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所配备的武装自然与扎古勇士相同，主武器依然是光束突击枪和光束斧，因为右肩新增了一个盾牌，扎古幻影的光束斧数量比扎古勇士多了一把，包括附在盾牌上的备用弹匣也比扎古勇士多了1倍。接着是在腰部两侧能够携带2枚惯式手榴弹，配备的手榴弹类型也是5种没有变化，分别是高爆弹、闪光弹、燃烧弹、烟幕弹和流线弹。这些类型的弹药会根据作战需求来进行选择，以此来提升扎古幻影的作战能力。然后是背包装备，也与扎古勇士一样，常态化使用的背包装备还是这3件，分别是斩击型背包、炮击型背包和顺发型背包。但这里面的炮击型背包因为属于支援型装备，不太符合扎古幻影的指挥机型性质，所以很少有见到使用炮击型背包的扎古幻影，只有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均衡的顺发型背包才是最适合扎古幻影这一指挥机型的背包装备，而这一点就表现在了迪亚卡身上。在第2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的开始阶段，当时迪亚卡作为绿衣驾驶员所驾驶的机型便是使用炮击型背包的扎古勇士，而当战争进入到尾声的时候，迪亚卡驾驶的机体就更换成了扎古幻影，并且将常用的炮击型背包也换成了顺发型背包。由此可见，迪亚卡的作战职责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原来比较单一的辅助支援型角色，像雷扎巴雷尔和海涅维斯汀夫鲁斯也是如此，两人在各自的部队中都不只是单一的战斗员，所担任的职务均为 MS 作战部队的队长，所以一开始装备的机动战士都是扎古幻影，使用的背包装备也都是顺发型背包。可以说这个顺发型背包是最适合扎古幻影的背包装备，毕竟作为指挥官用的机型，在战斗队形当中，使用炮击型背包机体的位置会显得过于靠后，而使用斩击型背包机体的位置则就过于靠前，所以要想兼顾指挥和战斗发挥到最佳，顺发型背包就成了扎古幻影的最佳选择。此外，负责测试的红衣驾驶员丽卡西塔，原本由他负责测试的盖亚高达，在被幻痛部队的斯黛拉夺走了以后，使得丽卡西塔用回了扎古幻影，紧接着他就参加了阻止幻痛部队夺取高达的战斗。然后需要注意的是，扎古幻影使用顺发型背包比较有利并不绝对，有时也需要结合驾驶员能力的特点来选择合适的背包装备也是比较重要的。像伊扎克驾驶的扎古幻影就使用的是斩击型背包，从他驾驶决斗高达参加过的战斗表现来看，伊扎克属于是比较擅长发挥近战能力的类型，所以每次驾驶扎古幻影出击时使用的附加装备都是斩击型背包，其在战斗中的表现依然像驾驶决斗高达时那样攻击十分的犀利。在有强力队友阿斯兰的帮助下，即便对手是久战沙场的扎夫特老兵，伊扎克只要一个回合就分出了胜负，包括幻痛部队的生体 CPU 驾驶员在内，也不足以成为伊扎克的对手。虽然对方驾驶的是性能上更强的次世代高达，但与伊扎克驾驶的扎古幻影相比，并没有拉开到有代差的地步，所以也是没有多少回合就迅速落败。而在指挥方面，伊扎克有迪亚卡的协助，能够保持随时随地掌控全局进行作战。虽然作战指令一直是伊扎克下达，但在实际上跟双指挥员的作战模式并无太大差别，所以这一点也让伊扎克所率
率领的队伍，在扎夫特军中成为较为独特的存在。而从他们所参加过的战斗表现也能看出，用于指挥的扎古幻影与扎古勇士这一组合所发挥的作战效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所以之后扎夫特也就没有什么额外的需求，需要在扎古幻影上发展其他的延伸型号。只有第三方势力有对扎古幻影这一机型进行了较大改进，而其中一款便是马蒂坎持有的专用机型。该型扎古幻影除了外观改成了带有十字符号的涂装之外，头部用于指挥官识别的角进行了移除。毕竟该型机体的驾驶员马蒂坎属于佣兵，这个部分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然后是使用的武装发生了较大更改，最显眼的是2个尖盾换成了另一种弓盾综合装备，这跟原来内置光束斧的盾牌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其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可卸下手持使用，并且将盾牌的造型打造了巨剑的形状，以此作为剑盾融合的武器来发挥近战作用。除此之外，在剑盾的另一端还内置有一门加特林机炮，只要旋转剑盾将机炮的炮口朝前，即可对敌发起攻击。该机炮采用外接弹匣的方式进行供弹，这样在弹药耗尽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卸下进行更换补充。而在腰部位置的手榴弹也换成了其他的武装，这个武装也是类似于尖盾的复合装备，带有一把突击刃，在拆卸后可手持近战使用。这把突击刃属于是实体武器，没有其他特别的功能，所以作用跟强袭高达的战术小刀一样，只有在与敌方机动战士展开近战时发挥主要作用。同时腰部的这个复合武装还内置有手榴弹，但使用方式不像扎古幻影那样直接用手投掷，而是有点类似于掷弹筒，只要发射口向前摆出时就能完成发射。剩下的手持武器同样没有沿用扎古幻影的光束突击枪，使用的是马蒂坎一直习惯使用的定制左轮手枪。这把武器可切换实弹和光束2种攻击方式，并且在枪底下还带有战术小刀，可用于近战，因此这把武器也是枪刃结合的复合武装。这样在这一型扎古幻影上的复合武装就有了3种，由此可见驾驶员马蒂坎的武器偏好就像他用的十字涂装一样十分的偏执。然后就是后背的背包接口还有保留，如果有需要可随时安装背包装备，进一步提升战斗力。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架扎古幻影使用背包装备的情况。但是话说回来，这架机体参战的实战记录确实很少，目前已知的实战记录就是与自由记者杰斯一起跟地球联合军的一架MA 扎姆扎扎发生了战斗。由于扎姆扎扎装备有阳电子光束盾，展开后可直接抵挡各型武器的攻击，并且扎姆扎扎的攻击力和机动速度同样很强，其整体的战斗力甚至要远超于高达，一旦被盯上的话将很难摆脱掉扎姆扎扎的追击。然而在这场战斗当中发生了神奇的一幕，就在马蒂坎以贴脸的距离对扎姆扎扎疯狂输出攻击了以后，让扎姆扎扎的阳电子光束盾失去了效用，无法再次展开。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一下子让战斗双方都感到了吃惊。很快没了阳电子光束盾防护的扎姆扎扎被击退，于是这场十分惊险的战斗便到此结束。